我穿成了农家傻人，被亲奶丢下悬崖。老爹为我分家，意外触发了空间，带着一家重金发家致富，没成想被俊俏女人盯上，咚的一声，被掉进了泥里。宋晨这才从水里冒出头来，爬上岸的他无力地瘫在草丛中，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还不等他把气喘匀了，一柄长剑就横在了他的脖子上。苍夷，主子，此人不能留，万一他出去四处乱说。苍夷脸色一变，收回自己的剑，转身就跪在了主子面前。苍夷知错，请主子责罚。回去后自领30棍。谢主子。你去寻些野果，再给他留些伤药。苍夷不能留主子一人在此。看来你便是想换个主子了。苍夷重重地跪在男人面前。苍夷这一辈子只有一个主子，若有叛逆之心，天大五雷轰，不得好死。哎，这会儿他已经把自己现在的处境搞清楚了。现在的那个他的确是已经死了，他的灵魂却不知为何落在了这个与自己同名同姓的姑娘身上。这姑娘天生智力有缺陷，被亲奶奶殴打带出来弄死了。小乞丐，你找死吗？竟然这样看着我家主子！他受了重伤，再拖下去，怕是神仙也难救。你找死，赶住我家主子！你如何知道？方才他是看着他从山上掉落，如若不是此处有一深潭，他必死无疑。看他身上的衣衫，应该是附近的村民，不过一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罢了。念着他与自己一道再次落难，才让苍夷为他准备些野果，留下些伤药，剩下的便看他的造化。却不想他竟然能看出重伤在身。我想你还中了毒，刚才你让你的手下给我摘野果，留下些药，这个情我认了。现在我自然也不能让你死了。退下，手伸出来。男人此刻的身体状况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脉来急速，节律不齐，止而复发。是半夏，毒素已经侵入心脉。男人有些意外，宋晨竟然真的能诊出他所中何毒，不过诊出来也无用，半夏无解。苍夷，务必带这位姑娘安全离开此地。苍夷双目通红，哭得稀里哗啦。主子，啧，一个大男人哭成这样，也不觉得羞臊。我都说了不会让他死，他就死不了，半夏又如何？只要人还有一口气，就能救。把你们身上带的药都拿出来。宋晨翻出其中2个药瓶，倒了几颗在自己手心，看着他手里的那几颗药，苍夷双目一瞪。令，你想干什么？那是毒药。宋晨白了他一眼。我知道是毒药，不用你提醒。你知道是毒药还要拿出来，我看你根本就是不安好心。会点穴吗？会。这2种药你同时吃下去，丰公孙血。宋晨掐着时间，干脆利落的在男人左手指尖划下一道口子，乌黑的血液顺着手指滴在地上。暂时已无生命之忧，你体内的半夏逼出来了一部分，离开这里之后要继续调养清毒，最好是配合针灸。多谢。不谢，各不相欠。与2人分别，宋晨就开始寻找离开这里的出路。他既已占了别人的身体，有些事情他就必须要去做。爹，算是儿子求你们了，告诉我陈姐在哪里，这天都黑了，会出事的。爹娘，求您了。他是傻子，谁知道他去了哪里？你们在这里问我是什么意思？要找人，你们自己去找。咱们老宋家的其他人一个都不会帮忙的，不然都耽误了明天的活。难不成要因为一个傻子饿死一大家子人？还是说活你一个人全包了？宋大山愣愣地看了会，心中一片凉薄，拉着妻儿往外走。这是他的亲娘，他从小言听计从的亲娘。陈姐儿再傻，那也是他的亲闺女，他们怎么能这么狠心？我去找几个关系近的人帮忙去找。宋河，你去找李正帮忙。爹，我这就去。可是我们从哪里开始找啊？附近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咱们都去村外找，如果真是你奶干的，指定往村外去了。于是，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去找人。上集说到，宋老三带着众人上山寻找宋晨接生。虽然接收了原主的记忆，可原主之前是个傻的呀，长这么大都没出过村，更何况现在是晚上，费了9牛2虎之力才出了这座山。很不想承认，现在是迷路了，完全不知道要怎么走了。他也不是没想过随便走到哪里算哪里，可这是古代，没有户籍连难民都不算，别说好好过日子，就连落脚都难。为了不让自己越走越偏，他停下来休息休息，却不想一坐下来便昏昏欲睡了。陈姐儿，你在哪里？妹妹，你在哪里？陈姐儿，大山，等等，这里好像有个人。强子在哪儿呢？这里是你家陈姐儿，是她。陈姐儿，总算找到你了，是爹对不起你，爹对不起你。爹，
看来这就是原主的父亲了，往后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爹。不知为何，他的眼泪就这样流了下来。宋王氏和宋和也赶过来了，看到他哭了，也跟着哭了起来。先别哭了，赶紧带着孩子回去，瞧着吓得不轻。李正说的对，先回去。回到村里，宋大山一一谢过帮忙出去找人的村民。今天大家对我家陈姐算是有救命之恩，往后大家只要有用得到我宋大山的地方，尽管开口。对这样的承诺，大家都没有放在心上。再说，大家也知道宋大山家里的情况，宋家二老一天到晚把他当牛使，就算是他想要帮忙，也是力不从心。李正，我还想劳烦您一下，我想分家，想让您帮忙做个见证。你想好了？按照你们宋家这样的情况，父母健在，家中兄弟又多，分家你是得不到什么的。我想清楚了，我家陈姐儿这个样子，我要是不分家，今天这种事还要有，我怕我那天真的就没了这个女儿了。她天生就是这样，这不能怪她，要怪就怪我和她娘没把她生好。宋和有些被他爹的话吓到，但是很快他就兴奋了起来。也罢，我跟你们走一趟。宋晨没想到宋大山想分家竟然是为了他，不得不说原主是幸运的，他有一对好父母。几人来到宋家的时候，宋家大门紧闭，仿佛外出未归的宋大山几人并不属于这里一般。宋家院内的人几乎都被惊醒，但没有一个人出来开门。开什么开？大晚上的吵死人！我还以为你们嘎在外面了。我说老三，这大晚上的你这么拍门，还让不让人睡觉了？陈姐儿，爹在，不怕。老三媳妇儿，你也不看好陈姐儿，又让她乱跑，这么晚了还劳烦你正跑一趟了。你说你一天天的有什么用？当年我是怎么同意让你进了门的？李正真是对不住，你看都这么晚了，我老太婆就不送了。你呀，叫爹起来吧，李正是我找来帮忙分家的。什么分家？你这个天杀的，你到底在说什么？你这是在咒我和你爹去死啊！我怎么就生出你这样的畜生来了？是不是你这个贱人撺掇着老三要分家的？当时你嫁过来，老娘就觉得你不是什么好东西。果不其然，生出一个傻子不算，还要撺掇着我儿子分家。这么多年白吃白喝我的，想要分家，我告诉你们，没门！老三，你说你要分家？爹，我要分家。陈姐儿她就算是个傻的，也是我的女儿，我认了，也不想再拖累家里，求您答应。说完，宋大山就跪了下来，宋王氏也跟着跪了下来。这个动作再一次让宋王氏劈头盖脸对着他就是一顿耳光。宋大山反应再快，宋王氏脸上也多了几个巴掌印子。我就说是你这个贱人撺掇的，你早就在等这一天了吧？我非要打死你不可。宋大叔，都说宋大婶搓磨的儿媳没活路，我今天总算是见识了。没有的事，我们两老都还在人世，这个不孝子就要分家，老婆子也是气得很了。他怎么可能同意老三分出去？家里的活儿他基本上一个人干了一半，分出去那些活儿谁干？就算是有人干，又有谁干的比他好？宋周是几个大步就冲到了宋晨的面前，用力一拽。宋王是没想到他突然会有这样的动作，身旁的宋晨一下就被扯了过去。陈姐儿，娘，你要干什么？你这个死丫头，不光是个累赘，还是个祸害。你说说，你到底是怎么不见的？好好说，要是说错了，看我不打死你！一边说话一边恶狠狠地瞪着他，手就朝宋晨打过去，却不知宋晨早已经不再是那个宋晨了，一下就躲到了林茂峰的身后。李正叔，我怕山，好高的山，乃他推我掉下河。你呀！宋大山愤怒地大喊一声。宋大叔，杀人犯法，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宋老汉被杀人犯法几个字吓得不轻，连连否认。没有的事，没有的事，傻子的话怎么能信？不能信，不能信。陈姐儿不会骗人，要不是陈姐儿命大，爹，把我们分出去吧。不行，我绝不同意。宋老头扭头就往屋里走，现在分家就是再打他的脸，也等于承认了老婆子做的事，往后他在村里不得被人戳脊梁骨。宋家其他的几个兄弟听到老头子不同意分家，纷纷松了一口。分了家，家里那么多的活谁干？分了家，家里那么多的活谁干？我说老三，你魔怔了吗？咱们家老刘明年就要下场了，到时候一定会考个举人回来的。你想想，家里有个举人老爷，你还怕陈姐儿往后没好日子过吗？就连宋和的婚事也能说个更好的。是啊，老三，好端端的分什么家？明天还有好多活要干呢。三哥，你可千万别犯轴啊！宋老头的离开和宋家众人的反应，让宋王氏的一颗心一次下重。他紧张地看着宋大山，生怕他动摇。而他的这一眼，却让宋周氏憋了这么久的气找到了出口，又猛地冲上前就要打人。让你这个贱货在挑唆，老娘打死你这个贱货！要不是你，
我们宋家怎么会生出一个丢人现眼的傻子？现在你还敢撺掇我儿子分家，我打死你，打死你！宋州速度极快地将宋王但是他的动作看在众人眼中，却只是好似受到惊吓慌乱一般。宋州市是恨极了宋王氏，也恨极了宋王氏身边的宋晨。出手的时候下足了力气，正巧这会儿宋大山也准备过来保护宋王氏，宋州市也开始放声嚎叫起来。好你个宋大山，老娘生你养你这么多年，你竟然为了个贱货对老娘动手，你就不怕天打五雷轰吗？老天爷啊，您开眼，一雷劈死这些畜生吧！你个不孝的东西，你娘都敢打，难怪你要分家！畜生啊！你这个小畜生！奶，别打，疼！傻子配傻子，奶别打我，也别打爹娘，我去的。宋晨说完也不管什么，从地上爬起来就往外跑。妹，你干嘛去？哥，我要去张村，去晚了奶会骂的，还会推下山，掉下去好疼，我怕疼，好怕！死傻子，你胡说八道什么？再说老娘打死你！在场的人听到这里，基本上心里都明白了，傻子配傻子，这十里八乡除了宋晨这个傻丫头，张村还有个傻男人。宋大娘是要把自家孙女送到张家去给那大傻子？天了，这还是亲奶吗？这么个赌，张家那傻子家中，为了让他传宗接代，这些年买了不少丫头，嘎的嘎跑的跑，十里八乡的人谁不知道啊？太恶毒了！怎么会有这种人？李正，请您帮我做个见证，我宋大山从现在开始主动分出宋家一脉，宋家的东西我一点都不要。如果他们还是不愿意分家的话，我就自请出族。宋大山，你能耐！今儿个我要是不给你分家，你是不是打算把我们两个老的都打死啊？你要分家，我就给你分。我们宋家的一粒粮食都别想得到，生你养你这么多年，你拿20两出来，我们就算是没关系了。20两。这些年家里的活都是爹娘在做，就算是农闲时候爹赚回来的每一文钱都交给了奶，我们哪里来的20两？爹，他没有20两就别想分家，我自请出族。他爹使不得呀。按大荣律法，自请出族要以身残作为惩罚，亦或者用银钱买罚。宋大山，你如果执意要自请出族，要么拿30两银子出来，要么废掉胳膊或手。分家与自请出族又不同，分家之后还是宋氏一族的人，但是自请出族之后，他既不再是宋家人，也不再是宋氏一族的人。但是因为自请出族对祖宗不敬，故而有了废胳膊腿赎罪一说。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赎罪也有了有银子买换的方法，一边是分家给20两，一边是出族给30两或者断胳膊腿。宋大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劳烦李正帮我做个见证，我宋大山一家从此刻起不再是北关村宋氏一族的族人，如有反悔，天打五雷轰。生养之恩，这些年他做牛做马早就报完了。你想好了？我想好了，自请出族。好，本李正今日见证，宋大山一家自请出族，此后与北关村宋氏一族再无任何关系。宋大山不得寻求宋氏一族庇护，宋氏一族也不得再干涉宋大山家中之事。好好的一个人被逼成这样，自请出族要30两银子，别说30两，就连300文宋大山都拿不出来，想必宋大山是打算断胳膊腿了。宋州是怎么都没想到，宋大山宁愿断胳膊腿，也不愿再跟他有关系。杀奸刀的，老娘当初生你的时候就该把你扔进茅坑里去。少了胳膊腿，就等着被饿死吧。他爹，这可怎么办是好啊？3个月后如果没有银子，他男人就要变成残废了。先别慌，不是还有3个月吗？我给你们安排好。上集说到，宋大山自请出族，他们不仅分不到老宋家的任何东西，就连他们自己在老宋家的东西都没办法拿出来。在李正的点头下，他们一家4口暂时住在了村里一个无人居住的破屋落了脚。一家4口站在屋内，宋大山夫妻却是一脸沉默。而宋晨转动着他水灵的大眼睛，觉得周围的空气都变甜了。终于跟老宋家没有一点关系了，以后也不用再装傻子了。至于自请出族的惩罚，只要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3个月之内上交30两，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4人在小破屋对付了一晚上，第2天天没亮，宋大山准备带宋和上山。出发之前，宋大山交代宋王氏，宋王氏点头应下。现在他们什么都没有，只有上山是出路。你们小心些，不要进深山。父子2人点点头，便出发了。天微微亮起，宋王氏就开始收拾眼前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已经10几年没有人住过了，随时都会倒掉，他做什么都是小心翼翼的。
这时宋晨醒了过来，靠在墙上睡了几个小时，身上的力气恢复了些，脑袋却有些沉。借着天光，宋晨看着一边干活一边掉眼泪的宋王氏，心里默默地叹了口气。哎，看来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让自己清醒过来，然后便可以开始用我的法子赚钱了，改变这个家的生存状况。宋晨这样想着，就来到宋王氏身边。娘，我帮您。宋王氏不想让他看到自己的眼泪，没有抬头，闷闷道：能干多少干多少，别累着，你还伤着呢。宋晨也不戳破，乖巧地应下。知道了，娘。宋晨蹲在地上，哼哧哼哧地开始拔草。宋王氏眼中又染上愧疚，因为他没有生好，毁了女儿一辈子。忽然间，宋晨只觉得眼前黑影一闪，手背上就多了2个牙印，眩晕很快侵袭而来，心里暗骂了一声：卧槽，被毒蛇咬了！该死的，竟然忽视了现在正值夏季，这个无人居住的屋子阴凉潮湿，是冷血动物最喜欢的环境。另一头的宋王氏听到一声闷响，转头一看，宋晨已经倒在了地上，急忙丢下手上拔下来的草，跑到宋晨的身边。陈姐儿，你怎么了？宋晨意识模糊，无法开口，伤口上有血珠，周围的皮肤已经开始发黑。宋王氏一看就知道他这是怎么了，顿时差点被吓得魂飞魄散，浑身上下都是冷汗，抱起宋晨就往村里跑去。一些早起干活的村民见他这副着急的模样，不由关心地问：大和他娘，陈姐儿这是怎么了？小陈他被毒蛇咬了，我要赶紧带他去找李郎中。毒蛇在乡下被毒蛇咬到，就相当于是要去阎王那里报信去了。老宋家的人也听到宋晨被毒蛇咬了的事。这个死丫头早洗不就好了，还闹得老三非要自请出族，害得老子这么早就要去地里干活。老头子，我就说那个傻货就是生来害我们宋家的，昨天那么高摔下去没洗，搞得老三还自请出族，我们老宋家丢尽了面子，早点死了哪还有那么多的事。宋老头没有说话，坐在椅子上，不知道在想什么。李郎中那里帮宋晨看了伤口之后，一连叹了好几口气。我们这一带有这么强毒性的蛇，只有白节黑，我救不了。你怎么救不了呢？你是郎中啊，李郎中，你放心，诊金和药钱我们一定会给的。你救救我这苦命的孩子吧，他生下来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我不能让他就这样没了呀。宋王氏绝望地哭了起来，他心里其实明白李郎中的话是真的，可他怎么都没办法接受。李郎中，求你了，求求你了，你救救我这可怜的孩子吧。哎，作孽啊，这丫头命为什么就这么苦呢？我先给你开点解毒的药，但是有没有用我不知道。谢谢李郎中，谢谢李郎中。宋大山和宋河下山的时候，手里还算是有些收获，野菜野果摘了不少。宋大山的怀里还揣着几个野鸡蛋，他没敢拿出来，怕村里人看到了都往山上跑，到时候他们就更难了。回到破房子里，宋王氏和宋晨都不在，父子俩心里有些不好的预感，赶紧出去找好人。大山，你们这是去哪里了？赶紧去李郎中那里看看吧，你家陈姐儿被毒蛇咬了。宋大山心里咯噔一声，顾不上说谢，拉着宋河就往李郎中那里跑去。他们到的时候，宋王氏一脸呆滞地看着躺在一旁的宋晨，眼里没有任何的情绪。陈姐怎么样了？李郎中怎么说？宋王氏没有说话，宋大山又急忙去找在外面忙着的李。应该是白节黑咬的，你也知道白节黑有多毒，我治不了，只能先给他喂了些其他解毒的药。现在毒应该都到心脉了，怕就是个迟早的事。怎么会这样呢？我们走的时候不还是好好的吗？怎么好端端的就被白节黑那毒给咬了？他愣愣地走到宋晨的面前，我们去镇上，去回春堂，走，现在就走。他娘，我怀里有几个野鸡蛋，你拿出来给李郎中。宋王氏没说什么，野鸡蛋全都拿出来放在了李郎中家的桌子上。我不要，你们拿回去。回春堂你们还是不要去了，路上也只是把孩子折腾得更可怜。咱们乡下人进不起也进不去那里。他们都知道李郎中不会骗他们。你们俩先回去好好收拾一下，我们回去。陈姐儿，爹带你回家，回我们自己的家。母子两人快跑着回来，远远的却看到有好些个人在他们暂住的破房子外面。陈姐儿怎么样了？李郎中怎么说？人没事吧？眼前这些人都是之前跟他们交好的村里人，再看他那破房子，一旁的屋檐下还有几大捆的干草。我们知道你们的事后就过来了，家里也没什么富余的东西，你们先用着，屋子也帮你们收拾好了。不，你们先将就着，
日子总要过下去的。昏迷中的宋晨只觉得自己的灵魂好像被撕碎了一般。破房子里，村民帮着收拾一番之后，搭起了2张简易的床。宋王氏一直坐在他身旁陪着他，伸手去摸了摸宋晨的脸，火一样的温度让宋王氏的手下意识地抽了回来。他爹，孩子在发热。宋河，快些去求李郎中过来。我这就去。宋河没一会功夫就把李郎中扛了过来。李郎中看过宋晨的这种情况，一时间也说不出什么来。照理说，这被白洁黑咬过的人，过了这么几个时辰，应该早就没命了。这陈丫头竟然还有气。他搞不懂，只留下一点解毒的草药，就匆匆离开了。一连3天，宋晨都是这种状态。这样情况，李郎中也是头一次遇见，只能每日照旧给宋晨喂些寻常的解毒药。村里的人都觉得宋晨能熬这么久已经是稀奇。老宋家那边几乎每天都在等宋晨洗了的消息传开。没想到那个小贱蹄子命这么硬，都被白洁黑咬了，还生生熬了这么几天。那李郎中天天去，到时候人洗了，要钱还不是要照给？那傻丫头洗了，老三就会后悔要回来的。老三真的会回来吗？他本就是因为那傻丫头才自请出族的，只要那傻丫头洗了，他一转后悔。你自己的儿子自己不清楚吗？你去让老三不要再找李郎中过去了，都是要洗的人了，没得再浪费银钱。我这就去。你到那边可要说清楚了，老三回来是可以，但是给那傻丫头买药的钱，家里可不会出，让老三自己想办法给李郎中。我知道的，我绝对不会拿出1个字来的。从老宋家到宋大山，他们现在住的地方几乎要穿过大半个村子。路上，宋周氏碰见了好几个村里人，大家看着他那满脸笑容的样子，心里都十分厌恶。等他走远了，都开始小声议论起来。原来老宋家也就是宋老三那一房不错，现在宋老三自请出族了，老宋家的人真是没眼看了。这亲孙女儿生喜未卜，亲奶奶竟然还是满脸笑，不知道的还以为那陈姐儿是他的仇人呢。他早就巴不得陈姐喜了，不然怎么会做出那样的事儿？这些年丢了陈姐多少次？每天晚上宋老三说什么也要跟他们断绝关系，也是因为这，宋周氏才把陈洁儿卖给张春兰傻子，结果张春兰傻子嫁不了陈洁儿，他才把人带到山上推落下去。天了，这还是人吗？哎，可怜陈洁儿。人已经到了宋大山他们现在住的房子前，看着眼前这个东倒西歪的破房子，宋周是眼里满满都是嫌弃。也不知道老三是怎么想的，放着好好的日子过不得。刚从山上回来的宋河正好听到这句话，不屑地笑了笑，没理会宋周氏，直接进了屋。你这个小兔崽子，看到你奶也不叫人，你那笑是什么意思？有娘养没娘教的东西，这是对长辈的样子吗？宋河的脚步顿住，回头瞪向宋周氏。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我为什么要叫你？我脸上什么表情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娘把我教的好得很。滚！喜兔崽子，还敢顶嘴！看我今天不好好教训教训你！宋河一向就不喜欢这个奶奶，有了宋晨的事之后，心里更是把他当仇人。宋周氏的棍子打的时候，侧身就躲了过去。这下不得了了，宋周氏拿出前所未有的爆发力，枯树枝一样的爪子，3下2下就把宋河的脸挠花脸。听到动静，急忙跑出来的宋王氏看到宋河的那一张脸，顿时眼睛就气糊了。你好端端的打什么人？我们已经没关系了，再也不是任你们打骂的宋家人了。我呸！什么没关系？就是说破了天去，宋大山还是从老娘肚子里爬出来的，都怪你这个骚狐狸，不知道用什么脏法子，让我儿子非要跟我们过不去。我看你就是专门来害我们老宋家的，不然怎么这么多人，就你一个人生出傻子来，还教的我亲孙子不认我这个奶。现在老天爷开眼了，那傻子就要洗了，等到他洗了，老三想要回我们老宋家，不说30两，没有20两银子，老娘肯定不会同意的。还有李郎中那里欠下的银子，你们自己还了，可别扯上我们老宋家。宋周氏原本还想说，老三要是想要回宋家的话，还必须把宋王氏给休了。你是来搞不笑的吗？过转念想到宋王氏的能干，他忍住没说。这几天没有宋王氏，他吃不饱睡不好的，别提都憋屈了。宋周氏的话听得宋河与宋王氏都差点没忍住笑了出来，都把他们逼到这个地步了，竟然还认为他们会回去，还要求他们，实在是可笑啊！傻孩子，很疼吧？你怎么就不知道躲呢？娘，没事的，不疼。娘，我相信妹妹一定会。自始至终，宋河都相信妹妹会醒过来。接上集，宋周氏见宋河母子说话间，悄咪咪地从地上捡了一块大石头，准备砸向宋王氏。这时宋晨从屋里走了出来，眼见老太太要砸过去，一个飞毛腿过去了。
哎呦喂，是哪个天杀的？惨叫声打断了母子二人。只见方才叫骂的宋周氏这会儿正躺在地上，怀里还抱着一块大石头。我操，鬼呀，见鬼了！宋周氏吓得尖叫起来，也顾不得身上的疼痛，爬起来就往回跑。往后对这个老太婆别掉以轻心，她阴损得很。刚刚那一脚都踹轻了，喜老太婆竟然敢趁着你们不注意，准备拿石头砸人。妹，你醒了？陈姐儿，娘，您要再哭下去，回头得给您请郎中了。再次亲耳听到宋晨说出正常人才会说的话，宋王氏和宋和都直直地看着他。娘，哥，我好了，我不傻了。虽然被毒蛇咬完真的很疼，可我觉得还是要好好感谢一下那条蛇，要不是被它给咬了，自己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不傻呢。重活一次，总不能一直当个傻子吧？这次被毒蛇一咬，都以为喜路一条了，没想到还醒了过来。往后我想要怎么编就能怎么编。这几天我一直浑浑噩噩的，好像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在梦里，我看到很多陌生的东西，也听了很多陌生的事，还有陌生的人教我学习各种不同的技能。我真的以为就是一个梦，直到那老太婆过来，我才从梦中惊醒。宋晨选了一个比较邪乎的说法，越邪乎越让人有敬畏之心，这样他能省掉很多麻烦。刚刚奶飞出去是你踹的？不然呢？这里还有其他人。刚才他趁着你们说话不注意，想要拿石头砸你们，我来不及多想，只能先踹了再说。虽然早就见识了奶的无耻无情，但是还真没想到他竟然冷血到这种地步，金孙子都下得去手。此时宋晨的样子别提有多生动了，宋和宋王氏都看呆了。这么多年，他们看到的都是宋晨呆呆傻傻的样子。虽然他长相秀丽，可傻气把这些遮盖得彻底。小何，快去山上把你爹找回来。宋王是迫不及待的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宋大山。宋和虽然舍不得刚醒的妹妹，可也同样想让父亲快点知道，拔腿就往山上跑去。两人回来的时候，房子外面已经挤满了人，就连李正都过来了。宋晨可是被白姐黑咬过的，往常被白姐黑咬过的人可都是死了的。大家伙很是好奇，都想知道宋晨到底是怎么才活下来的。见到宋晨，大家都能感觉到人变了。宋晨见这么多村民站在面前，也不像以前害怕的只往人身后躲，反倒是落落大方的让人看。大家看到宋大山回来，纷纷恭喜。李正林冒风笑着走到他的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大山，这下高兴了吧？孩子没事，我看啊，是大难不息，必有后福啊！接大家吉言了。谢谢大家这么关心我，这次我能大难不死，都是靠大家帮忙积福。我宋晨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大家的好。大山，这陈姐儿她……李正叔，这几天我做了好长一个梦，梦里有好多不一样的东西，等我醒来就好了。这是宋晨亲口而言，大家终于也都相信了。傻子，不傻了。这些事可不就是得了圣贤的眷顾吗？宋晨耐心的给了一些模棱两可的答案。好不容易送走这些人，这时肚子也是饿得咕咕直叫。自从被毒蛇咬后，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宋王氏听到他肚子的响声，这才想起他躺好几天没有吃东西，急忙把刚才村里人给他们送的吃的全都拿了过来。都是娘不好，看到你醒过来太高兴，都忘记你几天都没吃东西了。这些是村里人刚刚送过来的，你赶紧吃。当下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一阵狼吞虎咽。娘对不起，我一下没忍住。宋晨有些不好意思，刚才他也是饿得太狠了。傻孩子，说什么对不起？我们都吃过了。你爹和你哥天天都会上山找些野果子或者野菜回来，你苏婶前2天送来了一口酒锅子，可以煮些野菜吃。宋王氏不想让宋晨刚醒过来就要为这些事情操心，往后咱们都要暂时吃野果野菜了。等你爹和哥哥把这房子修整完了，去镇上找些活干，赚了银子就给你买面吃。哎，天天光靠着野果野菜度日，无油无盐，这样下去身体迟早会垮掉。陈姐儿，你再忍忍，爹这2天把房子整完就出去找活干。女儿受了这么大的罪，好不容易醒了过来，自己却连一口饱饭都没办法给她吃，更别说给她弄些东西补身体了。爹，我不怕，就是刚醒过来有些累了，想要再躺一下。那你赶紧进屋休息，我这就和你哥再上山一趟。上次运气好在山上找到一窝野鸡蛋，我们再去寻寻，看看还能不能找到。我怎么忘了，靠山吃山这一说啊，得想个办法进山才行。应付了那么多人，折腾了这么久，确实是有些累了。闭目养神的同时，脑子里也在想着一些自己还没有弄明白的问题。
昏迷的时候发生的那些，到底是个梦还是别的？别说是在古代，就是在现代，大家都知道被毒蛇咬过之后，如果没有及时注射血清的话，就是死路一条。更何况还是被银环蛇这种剧毒蛇咬了，从被咬到毒发身亡只需要几个小时。而现在不光是没有血清可以注射，就连对症蛇毒的解毒药都没有，可竟能在昏迷3天之后痊愈清醒过来，应该和那个梦脱不了关系了。很快，那个被迷雾萦绕的地方又出现在他的眼前。不过现在看起来雾气好像少了些，至少已经不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了。宋晨心中疑惑更甚，猛然睁开眼睛，之前的那个场景消失，眼前又是那个破屋，这绝对不是梦。睁开眼睛，捂着自己的肚子，娘，我想解手。宋王氏见状急忙要扶他起来，宋晨没让，我就是有点肚子疼，您告诉我去哪里就成。刚穿越来这里的时候是深更半夜，结果连第2天的太阳都还没看到，又被蛇咬，所以宋晨根本不知道这里上厕所应该去哪里。意外发现空间可以凭意识往外传送，接上级。去那里？宋王氏脸上神色稍微有些尴尬。屋子后面有个小坑，你爹临时挖的，你去吧，记得要埋土。宋晨低着头走了出去，怎么感觉往后要当一段时间喵了呢？好在他不是真的要去方便。房子后面就是一片1人多高的灌木丛，能将人挡得严严实实。宋晨钻进去，确认周围没人之后，再次闭上眼睛，继续感受着之前的那个场景。下一秒，宋晨只觉得浑身上下都十分舒服，就好像他的身体都被包裹在仙气之中。睁开眼，宋晨忍不住惊得张大嘴巴。此刻早已经不在先前的灌木丛里，而是他之前闭上眼睛后看到的那个陌生环境。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随身空间？这种只在传说中出现过的东西，竟然真的被我拥有了。为了进一步印证自己是真的得到了随身空间，宋晨再次闭上眼睛，集中注意力在自己进来的位置上。再睁眼，真的就回到了灌木丛里。如此来回几次，他确定的不能再确定。我居然在这个物资匮乏的古代拥有了一个随身空间。坐在空间的地上，宋晨想起了随身空间应该是在某个机缘之下触发的。他猜想他之所以会在现在得到这个空间，应该是他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可这样的话，为何我在现代的时候没有触发随身空间呢？这样的话，我就不用洗了。宋晨不知道的是，他的随身空间的确是在现代就触发了，不过其中发生了一些波折，导致他在现代身体被毁，空间只能将他的灵魂带到这个时代。想不明白，他便不再去想，转而开始探索起这个随身空间。空间浓雾弥漫，能听到叮咚叮咚的水声。宋晨循着水声走去，隐约间看到迷雾之下有一个泉眼，一股一股的往外冒着泉水。宋晨就在这地方转了几圈，没什么新的发现。不知道这样一个空间到底有什么用。掬了盆水喝完就准备离开，不料水刚喝下去不久，身上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出现。他直觉内水有问题，本能的想要走开些，结果没走2步就咚的一声倒下来。好在空间的地很是柔软，意识渐渐模糊，宋晨感觉有些悲催。到了古代，他好像就在不停的受伤。不是吧？怎么到了古代就在不停的受伤？晕倒，受伤，难道又要嗝屁了？什么时候醒过来的他不知道。睁开眼睛的那一刹那，他差点就吐了，一股恶臭萦绕在鼻尖，找了一圈才发现这臭味竟然是从自己身上散发出来的，身上浮着一层黑黑的东西。宋晨急忙跑到泉眼边清洗，洗完之后只觉得一身轻松，这是他从未感受过的一种感觉。当下宋晨就捏起自己的手腕，开始为自己诊脉，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原来这个身体在过去的那么多年，因为吃不饱吃不好而留下了许多的隐患，还有一些被打后留下的暗伤，现在这些全都没有了。宋晨几乎一下就想明白了，他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刚刚喝的那口泉水，没想到这泉水还有这么大的作用，不然他就不嫌弃这个随身空间了。不说别的，就光是这一口泉，再加上我的医术，那以后我是要什么有什么。忽然间，宋晨意识到自己出来已经很久了，再不回去他现在的娘就要着急了。于是他一个闪身就出了空间，钻出灌木丛，回到了破屋。屋内宋王氏看到他，总觉得哪里不同了，却又说不上来。晚上，一家4口围在一个破锅前吃着他们的晚餐。说是晚餐，其实就是一锅清水煮野菜，没油没盐，实在是难以下咽。宋晨默默地往嘴里塞完最后一口，用力地咽下去，转身去水缸边舀水撞嘴。借着这个机会，
宋晨也往水缸里滴了几滴空间的泉水，然后舀了一大碗端给父母和哥哥。他出了空间之后，才发现自己竟然能通过意识将空间里的泉水引出来。看来只要把量控制的合适，对家人的身体也是有好处的。那便日日都给大家加点便士。趁着宋大山和王氏不注意，宋晨把宋和拉到一边，说起了悄悄话：“哥，你明天有事吗？”“明天还是跟爹上山，爹说看看能不能打到野鸡兔子，给你补补身子。”“我也想上山。”“不行，你刚刚好，要好好休息。”“我没事了，郎中不是说我已经痊愈了吗？我想上山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找到值钱的东西。”“山上哪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要有的话，早就被人找完了。”“要是人人都能找到的东西，当然不是值钱的东西啦。哥，你忘了我之前跟你说的？我一觉醒来会了很多东西。”“这和上山有什么关系？”“所谓靠山吃山，不是让我们吃上山的野果野菜的。这大山里面还有许多宝贝，比如药材什么的。我现在认识很多药材，我想上山验证一下。”宋和有些犹豫。宋晨见状就知道有戏，这我要去问问爹。我保证上山之后会一直跟在你和爹身边，不乱跑。很快，宋和就把宋晨的话说给了宋大山听。宋大山倒是没有宋和这么不放心。明天一早你叫小陈一起去。这些日子女儿身上发生了太多事，这些都已经超出了我能接受的范围。女儿自己肯定心里也有很多疑惑，她想去便去吧，自个好生瞧着便是。次日一早，宋晨就被宋和叫了起来。三人一起上了山，一路上宋大山和宋和为了照顾宋晨，故意把脚程放得有些慢。来到平时父子俩干活的地方，花了比往常多了1/3的时间。看着堆在一旁的木头，宋晨这才知道平日里宋大山和宋和在山上都在干什么。“陈姐儿，你就在这附近转转，爹和你哥继续砍树，再过几天把这些木头运下山，咱们就能加固房子了。”“爹，你放心吧，我就在附近，不去远处。”宋大山这才放心的开始砍树。这片山是无主的山，没有木头是不会有树的。转着转着，宋晨就离开了他们的视线。宋大山忙叫宋和去找他。宋和顺着宋晨走过的地方一路追过去，发现他往山里走进去了不少。“妹，你怎么到这里来了？”“这不是才摸到山边吗？哥，你别紧张，我感觉这边有东西，走过来看看。你来了正好，咱们一起去。”说完，宋晨就继续往前走了。宋和想叫住他，最终选择了跟他一起往前走。宋晨勇闯九岭山，获得夜椒藤、定风草，从此发家致富。“妹，别再往里走了，再过去就是九岭山了，那里有野兽。”九岭山据说10几年前还是有不少村民上九岭山猎个野猪什么的。后来有一次，几个村民进山，一个都没出来。从此以后，九岭山就再也没有村民上去过。九岭山是我们这一带最危险的地方，村民们宁愿饿死都不会上九岭山。据说山里全是野兽。我们就再往前一点点，不进去。宋晨也没有执意要上九岭山，但是要他现在就往回走也不可能。“不行，你之前说就在附近，现在都跑这么远了，我们得回去了，不然爹会担心的。”“不能就这样回去，好不容易上山一趟，怎么都得有些收获。哥，万一咱们在这里找到了一株好药材，拿到镇上换些银子回来，就能很大程度上的改善我们现在的生活。不是我吃不了苦，而是我们要是继续每天吃没有油没有盐的东西，身体很快就会垮的，尤其是盐。”宋晨的话让宋和无法反驳，也有着巨大的诱惑。“那最多半个时辰，可不能太久了。”“好的，半个时辰也就是1个小时，时间不算短。按照这片的环境来看，应该是能找到东西的。”宋晨带头，两人又往里面走了1刻钟的样子，才停了下来。这里比起外面光线要昏暗不少。宋晨转头一看，宋和脸上的神色异常的凝重，脸色还有些发白，显然是被吓到了。“不用怕，这一带没有野兽生活的痕迹。”宋和闻言，看向眼中划过不解。而现在他眼前站着的妹妹，第一次让他感受到了陌生。之前妹妹说自己做了个奇怪的梦，也许是上天眷顾妹妹才好起来了，或许那个梦真的把妹妹改变了。不管变成什么样子，只要妹妹还在就行。“哥，你快来！”宋和急忙跑过去，却被自己眼睛看到的场景惊呆了。这是定风草。哥，是定风草。定风草就是天麻，在现代人工种植的天麻价格都要比人工种植的其他草药高上不少，更不用说是野生的。哥，这些定风草你小心些挖出来，别伤着了，也不要全部挖完了，最少得留1株，我再去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好嘞，你去吧，别走远了呀。他激动地看向那几株定风草，仿佛眼前随风摇摆的不是药材，而是银子在向他招手。宋和按照宋晨说的，小心翼翼的都掏了出来。
大大小小的，得到10几块，小心翼翼的用衣服兜了起来。见宋晨过来，开心的把挖出来的天麻给宋晨看。妹，你瞧，这么多。宋晨拿起一块瞧了瞧品相，放在这个时代，应该也能换些银钱回来吧，多少能改善一下现在的生活。哥，咱们明天再来一次吧，要用钱的地方太多，光是这几块天麻是不够的。明天带着爹一起来。好，咱们回去就跟爹说。回去的路上，宋晨趁着宋河不注意，将拿在手上的那块天麻丢进了空间里，想着等回去了，找个机会看看空间里的那泉水对植物什么的有没有用。兄妹俩一前一后的往回走。等等，怎么了？匆匆的朝着一旁跑过去，刚刚他随意一瞟眼，竟然看到了一团熟悉的茎叶。妹，那是什么？夜交藤。哥，它比定风草要值钱多了。一株藏在其他枝叶间的何首乌，现代的何首乌被炒得火热，却同样假货泛滥。这会儿在这里发现野生的何首乌，宋晨这个学医的人自然很是高兴。哥，你千万小心，绝对不能伤到一点点。妹，这是个什么东西？怎么看起来像？很像一个小丸，对吧？这才是它最值钱的地方呢。这是真正上了年份的野生何首乌，50年应该是跑不掉的。差不多5斤左右的样子。何首乌是年份越长，药效越好，一种带了灵气，吃下去会延年益寿。那个妹，我们出来也很久了，还是赶紧回去吧。赶紧回去吧，这次我们真的来值了。哥，等下见到爹，不要说夜交藤的事，把定风草的事告诉爹就可以了。宋河不解地看着他，现在我还不知道这夜交藤的价值，你看你都吓成这样，爹娘看到肯定也会被吓到的。等我拿到镇上卖了银子，再告诉爹娘也不迟啊。两人听到了宋大山过来的动静，宋河不由得叫了声：爹，我们在这里。不是让你们别走远的吗？怎么去了这么久？爹，是我的错。爹，您看这是什么？宋大山没见过新鲜的定风草，以为两个孩子是饿得慌去找吃的了，心下只觉得愧疚。往后想吃东西叫爹，爹去给你们找。宋晨笑了笑：爹，这是定风草，妹找到的。什么定风草？没错，爹，就是定风草。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能卖了买些粮食回来了。等家顾好了房子，爹就出去找活，保证让爹的陈姐儿日日都有东西吃。宋晨笑着点点头，让宋大山出去找活干他是不会答应的，但现在没必要说，等到时候有银子了，什么都好说。这个时间比宋大山和宋河往日回来的时间要晚一些。宋王氏着急的在门口等着，看到三人出现，他紧皱的眉头才松了下来。今天怎么晚了些？见到宋王氏，宋河就把身上的天麻都拿了出来。娘，这是定风草。确定是吗？这东西可金贵呢。当然确定了，娘，您看这些东西啊，个个都马线均匀，肩宽肉厚，品相很好。明天我和哥哥就拿到镇上去卖掉，应该能换些银子回来。一听到有银子，宋王氏的双眼也有了光芒。这么久了，这还是家里第一次有进账，虽然离30两还很远，可总归是个好兆头。翌日，宋晨比上山时起得还早，听到他悉悉嗦嗦的声音，宋河也跟着起来了。昨天就说好要去镇上卖定风草的。娘，不用给我们准备早饭，我们得赶紧走了。为了不让村里人发现，两人必须得趁着大家伙都还没醒就出发。要是得了银子，你们就在镇上买2个白面馒头吃一吃，别饿着了。一路上，兄妹两人都走得很快，可即便这样，到镇上也是1个半时辰之后的事情。好在路上喝水的时候，宋晨都会往里面加2滴空间泉水，一路走下来也不觉得累。到了镇上，宋晨直奔李郎中说过的回春堂。妹，要不咱们换一家吧？不换，必须得这家。李郎中说了呀，这回春堂的大夫医术最好，名气最大，那大夫医术高明，自然是跟好药分不开的。你知道这说明了什么吗？说明什么？自然是说明他们也识。宋晨兄妹进来的时候，2个伙计正在轻声讨论着后堂的贵客是谁，能让他们掌柜露出那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小哥，你们这里收药材吗？两人正说得开心，被宋晨这一打断，脸上有些不高兴了。其中一人拿着鸡毛掸子敲了敲身后的板子。没看见这里写着吗？只收好药材，你有吗？劳烦2位帮忙长长眼。布包里的东西一露出来，2人的神情就有了变化。快去请掌柜的过来。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去？冲撞了贵人，你有几条小命？掌柜的，前面有人来卖定风草。当真？是真的，人还在外面，您快去看看吧。我瞧了一眼，那些定风草的品相都很好。回春堂的掌柜不敢有半点耽搁，匆匆忙忙的就往外面走去。好啊，好些年没见过品相这么好的定风草了，看来也是老天眷顾了。前些日子刚刚接到任务，要收些极品定风草，没想到今儿个就来了。尤其是还赶在大主子在这儿的时候。小姑娘，
这些定风草是你的？掌柜的觉得这些东西怎么样？还能入您的眼吗？姑娘，你可别开玩笑了，品相这么好的定风草，已经多年不曾见过了，我全收了。姑娘，你开个价。我开价？这怎么变成我开价了？我连这个时代的货币标准都还没搞清楚呢，要怎么开价？回春堂这么大的名气，我相信掌柜的会给个合适的价格的。回春堂掌柜的并不知宋晨心里的想法，只觉得遇上了高手，沉吟了一会儿，才再次开口：一口价20两，姑娘觉得如何？宋晨没有马上应下，宋河也早已经被这个价格惊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姑娘，20两不低了。定风草价格虽高，却也没有到这般。我出这个价主要是看在你这些药材品相很好。其实这个价格远远超出了宋晨的预期。他知道，在这个时代，一家人也就是2、3两银子，可以一年到头顿顿有得吃的家庭。20两，前些日子老宋家的人不正是拿这个数来逼他们吗？掌柜的价格给的实诚，这些定风草我卖了。好，我这就去账上给姑娘支银子。掌柜的，等一等，我这里还有个东西想让掌柜的帮忙看看。掌柜的一听宋晨不是反悔，便又高兴地折了回来。宋晨从自己身上又拿出一个小布包，捧在手里，往前走了2步。回春堂的掌柜在看到宋晨手上东西的瞬间大惊失色。小姑娘，里面请。在后堂的另外一间屋子里，掌柜小心翼翼地接过宋晨手上的夜交藤观察起来，越看越觉得惊叹。这绝对是上天的恩赐，绝对是。要知道，这种人形的夜交藤，福气可是很深厚的。小姑娘，这东西你当真要卖？这东西年份也不短，形状带福，我留着没用，倒不如拿来换些银子，改善生活光景来的实在。后堂另外一间房里的人听他这样说，他看起来的确是很缺钱的样子。那好，这夜交藤我也收了，还是一口价，100两如何？100两是一笔巨款了，在这个时代，很多人一辈子都见不到这么多的银子。来这里之前，宋晨也侧面问过宋河这个时代的货币概念，他估摸着这何首乌应该值点钱，没想到这回春堂的掌柜一开口就是100两。掌柜的给的价格很公道，100两就100两。那行，姑娘你稍等，我这就去账上支银子。定风草和夜交藤一共120两银子。一下收到2种上等药材，掌柜的乐得开了花。劳烦掌柜的帮我把100两换成10两1块的，再帮我换些个铜板。成，我这就去。取银子的路上，回春堂的掌柜先去了一趟隔壁，却不料里面的人早已经离开了。120两银子是一个10两的银锭子，还有1袋碎银子和1串铜钱。多谢掌柜的。掌柜的看着宋晨这样的反应，心中不由得讶异。看他的穿着打扮，就是个穷苦人家的孩子。100多两银子摆在眼前，更是眼神都不曾变过一下，说话做事都透露着大气。姑娘往后有药材就送过来，我保证价钱公道。没问题，我信掌柜的。出了后堂，招呼宋河离开。哥，我们走吧。出了回春堂，宋晨7绕8绕的找了家包子铺。哥，我肚子都饿死了，咱们吃饱了再回去吧。好，吃饱了再回去。宋晨凑到他耳边说了句：哥，咱们有钱了。宋河只知道定风草卖了20两银子，当时他被惊讶的久久不能回神，可出族还欠下30两，这个钱都还不够。你吃吧，哥不饿。宋晨又小声说了一句：夜交藤卖了100两。什么？宋河被自己听到的数字吓得不轻，宋晨连忙捂住他的嘴巴。宋河也反应了过来，紧紧抿住嘴巴，不再多说一个字。宋晨这才上前：老板，来4个肉包子。好嘞，您拿好，总共4文。老板，你这里有汤水吗？我和我哥哥想在这里吃。有的，你们先坐，我这就给你们去打。1文钱一个的肉包子很大，宋晨怎么都没想到自己竟然能一次吃下去2个外加1碗汤。哎，都是这段时间天天吃白水野菜闹的。老板，再要4个肉包，10个馒头。没看到宋河正往怀里塞包子的动作，却被街上的一个人看得一清二楚。宋河，你在干什么？宋晨听到一声呵斥从身后传来，转过头去就看到一个瘦高男子在训斥宋河。宋晨感觉这人有些眼熟，却想不起来他是谁。宋河，你小小年纪竟然学会偷窃了。孔夫子有言，胡说八道什么呢你？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哥偷东西了？孔夫子没有给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吗？宋晨的话让那人顿时就愣住了，一双眼睛死死盯着宋晨。这人不是别人，正是老宋家的老六。宋家人都在等着他做大官的宋青云。据说他出生的时候手臂上带着胎记，看起来就像是一支笔。宋老头当时就高兴坏了，还起了个宋青云的名字，暗喻他往后能青云直上。宋青云，你读圣贤书的人，
竟然这样随口诬陷人吗？宋河一把推开宋青云，满眼不屑。我什么时候诬陷你了？我分明看到你偷了店家的东西塞进怀里。哥，我都能吃完2个包子，你竟然还有剩下的。我怕你等下路上饿了。我有这么能吃吗？书生，你误会了，这包子是他们买的，回去再找你们算账。宋青云压低声音威胁完2人后，忙追了上去。杜兄，你听我解释。宋兄，今日之事很欠妥当，我与你一道定会影响我的声誉。我们读书人不应该如此。你乡野出生，如今能入学堂是很不容易，切勿妄敢。是，杜兄，我也是一时心急。那2个是我村中后辈，杜兄你也知道村人多贫困，我也是为他好，不想他小年纪就走了歪路，也怪我没弄歪路。我倒觉得那小姑娘风骨正，她说的话虽然不中听，却也是在理。宋兄还是好生想想，圣人是如何告诫我们读书人的。先走一步，告辞。说完，男子就扬长而去。这杜淳风是我好不容易才搭上的，明年下场考试还指望他家老爷子指点1、2，没想到竟然被宋晨、宋河2个小畜生破坏了。这口气不出，心里怎么都不痛快。看来得找个时间回去一趟，真是反了天了。宋青云独自一人回到书署，拿着书怎么都看不进去。宋晨那傻货怎么突然之间牙尖嘴利了？还有宋河往日最怕他，现下也是大变。宋晨跟宋河带着买好的包子馒头，乐呵呵的回了家。还想来一个大采购的，反正手上有银子了，可又不能太招摇，到时候村里人肯定会怀疑。现在还不能把来钱的路子说出去，也不能怪我太自私，实在是日子太苦了。现在这个家要用钱的地方还太多，必须得留一手才行。北关村破屋里，宋王氏焦心的等着2人回来。陈姐长这么大都还没有去过镇上，宋河却是去过，可那也都是很久的事了。2个孩子不会在路上出事吧？下晌的时候，他总算是盼到了2个孩子归来的身影。宋王氏急忙小跑上去，看到2人没事，松了口气。你们可算是回来了，急喜我了。娘，你别瞎想，就是去趟镇上，我认得路。你这是什么话？去镇上是光认得路就行了的吗？娘说的对，去镇上还真是不光认得路就行了，还得认识财神爷。怎么，卖掉了？卖掉了。娘，咱们进屋再说。母女俩进屋之后，宋晨先把在镇上买的包子拿了出来。娘，有些凉了，您凑合着先吃。宋王氏看着自己面前白晃晃的大包子，情不自禁地吞了吞口水。他都不记得多少年没有吃过这么好的东西了，还在老宋家的时候偶尔吃点好吃的，从来没有他们一家4口的份。宋王氏的眼眶一下就红了，有顾忌女儿在旁边，忙转过身子去擦眼泪。你们吃，娘不饿。我跟哥哥都吃过了，这是带给你和爹的，我还买了些白面馒头，咱们这几天先吃着。原本我是想着买些粮食回来的，但是我想了想，还是没买。爹天天上山，我和哥哥这段时间也要上山，我怕老宋家那个老渔婆得到风声过来，娘一个人在家会吃亏。娘，定风草卖了20两银子。什么？20两？宋王是满脸不可思议看着宋晨。小陈，你是不是说错了？是2两对不对？娘，就是20两。紧接着他把银子一个接着一个的拿了出来，11个银锭子，外加一堆碎银子，还有许多铜板，还有一株名贵的夜交藤。先前因为它形状像个小丸儿，我怕你们忌讳没拿出来，这次去我也一并卖给了回春堂。回春堂掌柜的给了100两，现在我们手上差不多有120两银子。宋王氏看着床上那一堆的银子，使劲的闭上眼睛，呼吸都比以往粗重了不少。过了好一会儿，他再次睁开眼睛，那一堆银子还在眼前。小陈，快些把这些银子收起来。好，我收起来，您赶紧先吃点东西。我去一趟李正家，请他帮忙交了宋氏家族的30两银子再说。要不还是等你爹回来再说。等什么爹回来？我知道您担心村里人知道会不痛快，我和哥哥再去几次，就带着村民一道，到时候有没有收获，别人也怨不上我们。您快些吃，我去就回。宋晨小跑的来到李正家，说明了来意。李正愣愣的看着桌上的30两银子，不知道该说什么。李正叔，这件事就劳烦您了，烦请您秘密的帮我交给宋氏族长，请他也不要泄露风声。这些银子您拿着打点酒喝。这不用，我就是搞不明白你为何不愿意让人知道。李正叔，我也不瞒您，这银子是我和我哥悄悄去九岭山深处找到的一株药材换回来的，我怕一旦传出去，村民纷纷上山，您也知道九岭山凶险，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九岭山？你们去了九岭山？你们这是不要命了？九岭山都敢去？九岭山的凶险全村人都知道，就算是饿疯了也没人敢去那里。
却不想2个半大的孩子竟然上去了。李正叔，您别生气，我们也是没法子了，家里没有1粒粮食，这样下去还不等宋氏一族废掉我爹的手脚，我们就先饿死了。作孽呀！老宋家真是作孽，要不是他们，这大山一家怎么会被逼成这样？好，我答应你，先不说出去，但是你也要答应我，往后不能再往九岭山上跑了。这些银子你拿回去，自己都多是用钱的地方。李正叔，您就收着吧，还了30两，我手里还有些余钱，您再帮着找2亩良田，我们一家4口往后也能有些嚼头。这倒是，这乡下人家没有点田地怎么过日子？2亩地虽然不多，可好好营生的4口人还不至于饿死。我去帮你寻摸着，那这地还是您先帮我瞒着，明年开春的时候再说。好，我这几天就去。你要是信得过我，寻到好田地之后，我就先过户到我名下，明年开春再过给你。这样最好了，有劳李正叔了。这田地和其他的不一样，要买下来就必须要落户籍。落户，李正叔，我们家换户的事，您能不能帮忙一次性办了？瞧我把这事给忘了，我这2天找到地了，就去衙门给你们把户头办了，到时候那地直接可以放在你爹的名下。那就有劳李正叔了。宋晨再次道谢，便离开了林茂峰家。林茂峰站在家门口，看着离开的宋晨，心中甚是感叹。谁曾想到，当初的一个傻子会有这样的奇遇，不光是不傻了，竟然还认识药材了。回到屋内，宋晨觉得气氛有点怪怪的。爹娘，这是怎么了？没事，小陈你回来了。真没事？哪能没事啊？爹听娘说了，咱们去镇上的事就成这样了。你回来之前，这都呆呆坐了小半刻钟了。我和娘生怕爹吓坏了。爹，您这心理承受能力也太差了。心理承受能力？这是什么？等这2天上山后再去镇上，怎么的都要先把油盐买点回来。入夜，宋晨和宋王氏躺在一张床上，碍于实在是没有私人空间，宋晨只好让自己的意识进入空间。这一进去不要紧，眼前的景象让他目瞪口呆。空间里已经不再是浓雾弥漫，他能够清晰地看到这寸方之地里的所有。先前他随手丢进空间的那一块天麻，此时已经生根发芽。卧槽，这才多久的时间？1天1夜就长成了这个样子，还活在现实世界吗？宋晨的意识足足待了好久秒，感觉实在是太过玄幻。可转念又一想，他的灵魂都穿越了的人，竟然还觉得其他的事情玄幻。哈哈哈，太好了，次日清早，宋大山父子又准备上山了。宋晨屁颠屁颠的跟了上去。陈姐儿，你就在家待着，可别再上山了。爹，我昨天不是说了吗？九岭山上的药材我采不了多久了，村里的人迟早会听到风声，我得趁着大家知晓之前再找几株名贵的药材，这样我们往后的日子才有保障。那他们要去就随他们去，那山到底也不是我们的。山的确不是我们的，可您想过没？之前这么多年没人上山，现在我上山就能找到好东西，到时候村民是会自己上山呢，还是会跟着我一起上山？那到时候我是带还是不带呢？宋晨一连丢出了2个问题，宋大山愣愣的不知道怎么回。女儿说的没错呀，这山上的好东西一直都在那里，过去那么多年都没有人敢上九岭山，现在女儿上山就找到了好东西，村里的人到时候肯定会求着女儿带他们上山，女儿要是不愿，他们就会逼。大家伙都穷了这么多年，听到有银子赚，那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再去最后一次，今天爹跟着你们一起去。那太好了，赶紧走吧，别耽误时间了。于是一行3人又上了山，山脚下有村民看见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大家都知道，这段时间宋大山都在山里砍树，想要加固他们现在住的这个破屋。爹哥，这一带应该还有别的上等药材，我们沿着这块平地好好找找。我和你哥都不懂，听你的。一路往前，前面一堆枯木引起了他的注意，心里有种强烈声音告诉他必须要过去。宋晨急忙跑上前，这个发现让宋晨很是兴奋。茯苓常常就是寄生在松根上的，茯苓的形成是由茯苓真菌四体在一定适宜的条件下寄生在已经枯死的松木上。茯苓也是一种珍贵的中药材，其价值不比百年首乌差。爹哥，你们过来。小陈，你在找什么？这里应该有茯苓，咱们一起扒开看看有没有。宋大山和宋和不知道茯苓是什么，但看宋晨这个样子，猜想着应该也是什么好东西。2人随即跟着宋晨一起开始扒枯叶和浮土。真的是茯苓，爹哥，咱们快些挖，小心些呀。妹，茯苓是什么？茯苓也是一味中药材，用途很多，跟之前挖到的夜交藤价值差不多。父子俩大惊，手上的动作更小心了些。
他们都知道那夜交藤可是卖了100两，这会儿他们挖的这个茯苓竟然也值这个价。没想到这山上有这么多的宝，亏得我们村里的人还穷了这么多年。爹，好药材可遇不可求，这东西有时候也讲究机缘。再说了，村里的人能认识几种药，没得糟践了好东西。这倒也是。先不说别人，就他自己，除了田间地砍上的那些鱼腥草、艾草，其他的他一个不认识。你们先挖着，我再去附近看看。茯苓应该不止这一块，这枯木根一圈都找找。好，我们知道了，你自己小心些，别走远了，要看得见我们的地方。我会的，别担心。走着走着，离宋大山他们越来越远，孤身一人在这深山老林里，还是会觉得有些后背发凉。找了个平坦点的地方坐下来，不等他把空间的泉水送到嘴里，下意识的扭头一看，差点没吓出心脏病。一头大白虎正朝他扑来，宋晨赶紧往一旁跳去，白虎扑了个空在地上打个滚，爬起来后一双吊眼直直的盯着他，宋晨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同样瞪着那白虎。一人一兽就这样对峙着，这是对他身上的肉渴望吗？想吃我的肉？门都没有。白虎看着就这样突然消失的人类，有些怀疑虎生。我不过就是闻到了美味过来，怎么就这样没了？我人都消失在原地了，这白虎怎么还不走？怎么还委屈上了？大白虎或许等得有些懒散了，整个趴在了地上，一双大虎眼一眨不眨的盯着宋晨消失的位置。看到宋晨再次出现，大白虎噌的一下就爬了起来，不过这次他不敢贸然上前，生怕这个人类再次消失。那个虎兄，你看我身上也没有2两肉，你放我一马。大白虎不为所动，双目盯着。要不然给大白虎喝点泉水，说不定能收买了他呢。于是他壮着胆子朝大白虎那边走了2步，大白虎没有要攻击他的意思，宋晨便胆子大了些，手上引出泉水。我也没什么好东西，这泉水算是个宝贝，我给你喝些，喝完你赶紧的走。就是这个味道，太美味了。宋晨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看上的不是自己的肉，而是他空间里的这个宝贝泉水。好了，没有了，你走吧。大白虎不干，蹲在原地不动。宋晨转身，大白虎咬住他的衣裳，一个用力就将他抛到了自己的背上，快速往森林中心跑去。终于大白虎停了下来，宋晨从他背上跳下来，大白虎又咬着他的衣裳往一旁挖。宋晨正皱着眉头摸不透他的想法的时候，大白虎松开了他，又拱了拱他的腰。宋晨抬头一看，面前又是一堆枯木，四周杂草顽石颇多，这里可不会再生茯苓，你以为我没事闲得慌？人类沟通真的好难，罢了，还是自己上吧。白虎往后退了2步，一个跃身，尖利的爪子攀住了树干，艰难地往上爬。老虎还真是不会爬树，赶紧给我下来。大白虎还真是乖乖地转身跳了下来，那枯木上竟然长着一株巨大的赤灵芝。再让大白折腾下去，枯木一倒，赤灵芝可就毁了。大白你过来。站在大白虎背上摘，却还是差一点点。最后他一咬牙，直接从白虎身上跳了起来，一双手捧着赤灵芝将它摘了下来。宋晨把赤灵芝紧紧抱在怀里，闭上眼睛等待着自由落体。睁开眼睛才发现自己竟然躺在了白虎的肚子上。谢谢你，大白。大白虎有些不好意思地埋起了头。张嘴。我这泉水有些奇特，我暂且不知道你会有何反应，不能给你太多。泉水的美味让白虎有些意犹未尽，却还是乖巧地点点头。这几天我都会上山，到时候再给你喝一些。我知道你能听懂我说话，你不用去找我，我会来这里找你。你要记住，切记不可以让其他的人类看到你。大白虎翻身起来，让宋晨依然坐在自己的背上，把他送回到先前2人相遇的位置。宋晨和大白虎耽误了不少时间，宋大山和宋河2人也是刚刚挖完，全部挖出来之后，2人只觉得从未有过的累。面前大大小小的摆着7、8块脸盆大小的茯苓。小陈，你快看，这么多！宋晨也十分的惊讶，他前世都不曾见过规模这么庞大的茯苓，这九岭山真是个宝地。爹，我们赶快下山吧，这可又是一笔收。宋大山，你这个畜生，你给老娘出来！有大白虎帮我找到那株价值不菲的赤灵芝，这里又挖出来这么多的茯苓，到时候又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有了这么大的收获，几人也不打算继续留在山里，各自背上背篓就下山。晚上等大家都睡了，宋晨担心茯苓品质会降低，悄悄地把它收进了空间里面。宋晨在空间里面看到之前的那株天麻已经完全成熟，又附近用手刨了刨，松软的土壤一下子就被扒开，一大窝的天麻出现在他的面前。空间的这个功能简直太棒了。宋晨随即又把这些天麻挖出来，一一种了下去。翌日天还没亮，
两人一人背着一个背篓往镇上走去。回春堂的掌柜得到了大主子的赞赏，这几天心情好得不得了。看到宋晨来了，眼睛更是笑得眯成了一条缝。宋姑娘又有好东西了。掌柜的的确有好东西，我们还是换个地方说话吧。宋姑娘，咱们后堂说话。拉着宋和一起去了后堂。掌柜的瞧了眼两人的背篓，心里隐隐有些期待。来到后堂，掌柜的让人上了2杯茶水。宋晨和宋和已经把身上的背篓放了下来，将面上的杂草拨开，满满2背篓的茯苓出现在回春堂掌柜的面前。回春堂的掌柜的被自己眼前看到的景象惊得张大了嘴。这些全都是茯苓。宋姑娘，你到底是这么做到了？先不说茯苓有多难得，就是能找到，也就是碗口大一点的。你不光是找到了，还找到这么多。不瞒掌柜的，这些茯苓和之前的那2味药材都是我和我家人进到10几年没有人进的深山里找到的。传言那深山有吃人野兽，要不是日子过不下去了，我们也不会冒这个险的。宋晨的这话，回春堂的掌柜毫不怀疑，一看这2个半大孩子面黄肌瘦的，身上的衣裳尽是补丁的样子，就知道家里的日子是不好过的。你们是好的，小年纪就要担起养家的责任。这些茯苓我出150两收了，你看有没有问题？掌柜的这个价格给高了，茯苓和夜交藤的价值差不多。上次您给的100两是因为夜交藤成了人形带福气，这次的茯苓虽然多，却不值这个价的。您还是重新出了实在价吧，不然这生意我们做不成。你这丫头，那成120两，你看可好？成交。宋晨还附赠了一个更能保留药效的炮制方法。两人离开之后，回春堂的掌柜就立马把宋晨又来卖茯苓的消息传了出去，这是大主子离开之前的交代。回去的路上，两人看到了坐着牛车也回村的宋青云，兄妹两人交换一个眼神，加快脚步就往家里赶。正值下晌时分，老宋家只有宋周氏一个人在灶房里忙活着。宋青云找了半天才在厨房找到他。娘，您怎么在烧饭？那傻子娘呢？他们是不是反了天了？让您这个当婆婆的在灶房里烧饭？老六，你今日怎么回来了？是叔叔木修吗？我跟夫子告了1天假，回来有些事。娘，那傻丫头和宋和呢？老六啊，你是不知道，你不在家的时候，宋大山那个畜生是怎么欺负我们的。他为了那个傻丫头要分家，你爹不让，他就连自请出族都说出来了。老六啊，等你成了举人老爷，当了官，可得要帮娘出气呀。我怎么就生了那么个畜生？娘，您放心，等明年我中举了，肯定好好收拾他们。那个傻丫头不傻了吗？不傻了，也不知道她是走了什么狗屎运，被毒蛇咬了一口没洗就算了，竟然还不傻了。您说分家的时候1粒粮食都没有分给他们，为何我前几日在镇上看到宋晨和宋和在包子铺买包子？什么？买包子？老六，你刚回来，在家歇息一下，娘去就回。说完，宋周氏就冲出了家门。宋大山，你这个畜生，你给老娘出来！当初要是知道你是这样一个畜生玩意儿，生下来我就应该丢到粪坑里去。围观的人一阵唏嘘，这就算不是一家人了，血脉还是相连的。到底要是什么样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啊？宋大山站在门口，黑着一张脸瞪着宋周氏。不要说什么当初不当初，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你不要再来我这里嚎叫。你这个活该遭天打雷劈的，老天爷怎么不快点收了你？老天爷什么时候收了我，那是老天爷的事，不用你操心。你赶紧走，不要在我这里闹。让我走也可以，把偷了我家的银子交出来，不然我就报官。偷你家银子？你在胡咧咧什么？宋大山听到宋周氏是为银子而来，心中顿时一个咯噔，难不成是他们赚了银子的事被村里人知道了？没偷我的银子，你们怎么会有包子馒头吃？全村的人都知道你们离开我们老宋家是1粒粮食都没得的。全村的人的确都知道我宋大山离开你们老宋家的时候就是4个光人，1粒粮食都没得到。这就是我在你们老宋家做牛做马这么多年得到的。你把我们逼成这样，现在还要来诬陷我们偷了你的银子，你是非要我们洗了才开心？老宋家的人真不是东西。你就是要死，也得先把偷我的银子还给我。你的银子就是你的命根子，谁能偷得到你的银子？我现在还在好好说话的时候，你就赶紧走。宋王氏忍不住也走了出来。你要是真丢了银子，不应该来找我们。你这个贱妇，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老宋家的人容不得你这样污蔑。宋晨和宋和赶回来的时候，正好看到这一幕，看着人群中龇牙咧嘴的宋周氏，宋晨讽刺地笑了笑，还真是高看了宋青云，没想到他还真不是个东西。让宋周氏来出头，都是冲着他们家的银子来的。你们老宋家的人不能污蔑，我宋家的人就能污蔑。宋青云一直躲在人群没出面，像他这种人怎么会放过亲眼看到自己讨厌的人吃亏的机会呢？
于是他跑了几步来到宋周氏的面前，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装作刚刚赶过来的样子。娘，您怎么到这里来了？他们偷了我的银子，我过来要钱。我还说怎么宋河在镇上会做那偷鸡摸狗的事，原来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这话一出，众人哗然，其他人就算是穷疯了，也不会走到这一步。宋青云，你们读书人就是这样睁眼说瞎话的吗？什么叫睁眼说瞎话？我亲眼看到的难道还有假？在镇上包子铺，我们可是遇上了。当时你在吸引店主的注意力，宋河就趁着店主不注意，偷了包子往怀里塞，被我抓了个正着。对，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包子是我们买的，当时你污蔑我哥偷包子，包子铺的老板已经出面解释过了。那天跟你一起的那个人也看到了全部，还因此与你不愉快了。你现在跑到这里，一口咬定我们偷包子，到底是何居心？他是何居心？不就是欺负了我们这么多年，一下子我们不被他欺负了，他心里不舒服。宋大山夫妻没想到兄妹俩在镇上还遇上了这样的事情，心中愧疚不已。你说包子是你们买的，你们哪里来的银子？的确，你们哪里来的银子？现在看到大家这个样子，他们好像明白了，银子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宋晨短暂的沉默让宋青云有些得意，银子是我们自己挣的。事到如今，宋晨觉得也没必要再瞒下去了。之前他是打算再多进几次山，多挣点钱，再把这件事说出来，但宋青云和宋周氏打乱了他的计划。你们挣的，笑喜个人！你们去哪里挣得到银子，能让你们买得起包子？再说了，有这个银子，你们怎么不去买粮食？怕就是担心别人知道你们手上有银子吧？宋老三，你也太不厚道了，怎么有赚钱的路子也不跟大家伙说说啊？总不能一个人闷声发大财啊！人群里有好事者阴阳怪气的喊了一声，很快就有其他几个人附和着。可不就是啊，有银子一起赚嘛，大家伙日子都不好过。我们也想尝尝那白面做的包子呢，说不定还有油包子呢。他娘的，老子现在光是想想就要流哈喇子。你还别说，我也是一想到那白面包子，我就浑身像猫爪的一样。宋大山被他们说的话一口气憋在心里，上不去下不来。他们家的银子是女儿和儿子拿命去九岭山上换来的，他们自己不敢去，还在这里说风凉话。什么闷声发大财，要赚银子还不容易，只要你们豁得出去性命，还怕没有银子吗？他的一番话让那些阴阳怪气看戏的人稍微消停了些，可宋周氏和宋青云还是不依不饶。你们说是你们挣的银子，没有人相信，我也不想跟你们多说，快些把银子拿出来，不然我可真就报官了。你去报官吧，我倒是要看看青天大老爷是不是能让你把白的说成黑的。你说我们偷了你的银子，偷了多少？什么时候偷的？我怎么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偷的？偷了多少？难道你们偷银子之前会先告诉我吗？你自己少了多少银子都不知道，还在这里叫嚣，难不成是真的看我们好欺负？你要再胡搅蛮缠下去，就不是你报官了，我是可以告你们污蔑的。大牢里的日子，怕不是你一把老骨头能扛得住的。他这话威胁意味十足，宋周氏莫名觉得宋晨不是说说而已。都说大牢是个死人的地方，好人进去都不一定能出得来，更何况他这么大年纪了。宋周氏脖子一梗，吊着的三角眼像是淬了毒一样的看着宋晨。就算是你们没有偷我的银子，可宋大山离开我老宋家之前挣的银子都是要交给我的，是老宋家的银子，你们偷偷藏着银子不上交就是偷。什么？我说宋大娘，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搞了半天你就是在这里胡说啊，弄得我还真的以为宋老三有什么挣钱的路子呢。在老宋家的时候，我每天挣多少银子你都打听得清清楚楚，人还没进门你就把银子全搜了过去，现在又来说这些，你还是人吗？宋大山被自己的这个亲娘伤了一次又一次，一次比一次深。我们出老宋家一文钱一粒粮都没拿，4个人空手出来，就连现在住的房子都还是李正让我们暂时住下来的。但我们是人，是人就都想要活下来。大家伙儿都知道陈姐犀利逃生之后就变了个人，她在梦里得了奇遇，有了仙人指点，学会了很多东西。前些天我带着他们上山，他们兄妹俩在山上迷了路，转进了九岭山深处。宋大山说到这里顿了顿，这是之前他们商量好的，说是找到合适的时机就说出来，没想到竟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九岭山，众人没往下细想宋大山说九岭山干什么，可光是听到这3个字都觉得毛骨悚然。拿九岭山是什么地方？进去那就是自寻死路。我误打误撞的找到了一窝定风草，刨出来拿到镇上换了点银子。前2天我和我哥又去了一趟，原本我们想着上次并没有遇上传说中的野兽，就在想往深处走走，却没想到刚进边缘就听到了虎啸。我和我哥赶紧的采了些寻常草药，就急忙下山了，接着去镇上就是卖草药去了。你们不信，九岭山上到处都是宝贝，10几年前村民们会隔3差5的就上山，结果惹到了上山的猛兽，
一个人都没回来。后来听上山去找的人说，上面全是一堆白骨。从那以后，村民们再也不敢上去了。娘，您这事情也不搞清楚，就在这里胡闹，弄得我也误会了3个。老三，你早说哪里有这样的事？不管怎么说，我也还是你亲娘，我也不要多的。你卖定风草的银子分一半给我就成。宋晨还真是没想到宋周氏竟然这么不屈不挠，竟然还在打他银子的主意。宋王氏也气红了眼。那九岭山就是个吃人的地方，什么迷路了闯进去的，那都是说给别人听的。我们家2个孩子根本就是被逼得没了办法才去了那里。现在倒好，拿命换了点银子回来，老宋家的人就来打我们的主意。银子1文钱也没有，分了家出了族，我们已经没关系了。你怎么好意思说你自己是亲娘？亲娘，你难道不知道3个月后，我们要是还不上宋氏一族的30两银子，大山就要断胳膊断腿？要分家要出族的是他自己，断胳膊断腿跟我有什么关系？今天反正我就是把话放在这里，你们卖定风草的银子我就要1半，你们也别想糊弄，到时候我一去回春堂问就知道你们卖了多少。宋晨对宋周氏的胡搅蛮缠也感觉有些头疼，这事要是不解决了，从今往后宋周氏没事就过来闹一闹，那他们日子要怎么过？你们要钱可以，定风草我卖了10两银子，我现在分你5两。3个月之后我们要交给宋氏一族的银子，你们也帮我们分一半。你要是同意，我现在就给你拿银子。不可能！宋周氏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又不傻，现在拿5两银子走，到时候拿15两银子出来，却不想宋青云一口应了下来。好，你把银子拿来。呵呵，5两银子已经不少了，定风草卖出去应该也就这个价格，要拿银子也是3个月之后的事，到时候我们不拿又怎么样？再说了，娘哪里拿得出来15两？拿银子可以，先写个契约，你是读书人，这对你来说应该不是难事。你这是什么意思？是不相信我？我们读圣贤书，自然说话一言九鼎。哼，你有什么值得我信任的？今天这事不是你弄出来的，你把在镇上遇到我们的事回来说给你娘听，让你娘回来找我们的麻烦。那个时候你也没想过我们手上是真的有钱还是假的有钱，不过就是因为在镇上你丢了面子，心里不痛快。宋晨顿了顿又道，今日并不是叔叔木修的时候，在镇上我们也没见过其他的书生在街上，显然你是告假回来，就为了寻我们的麻烦。像你这样的人如何称得上读书人？我倒是觉得你是玷污了圣人的圣贤书，你这样的小人着实不可信。宋青云被宋晨的话说得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的，他没想到宋晨竟然能想到这么多。哼，今天这个银子你拿也得拿，不拿也得拿，就算是你们分家出族了，可你们现在还是跟我们在一个户籍上，那就是一家人。原本你们所有的银子都是要上交的，现在只要你们1半，算是对你们好的了。宋青云变脸后，像极了宋周氏尖酸刻薄的样子。哥，你去请李正书过来一趟。当下宋和也不敢耽误，急忙就往林茂峰家跑去。跑到半路，正巧遇上了林茂峰。萧何，你急匆匆的这是往哪儿去？李正书，快，您快点！老宋家，老宋家，老宋家的又去找你们麻烦了，快走！我倒是要看看他们还敢闹什么。2人很快就来到了宋大山他们的破屋。林茂峰一来就把手上的东西交给了宋晨。这个你先收着，你们这是做什么？宋周氏心中忌惮林茂峰，却也经受不住5两银子的诱惑。李正，这是你管不了的，我来找我儿子拿银子总没有错吧？你儿子，你难道忘了他宋大山出了族，跟你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李正，话不是这么说的，虽然分家出族了，可最终还是要以户籍为准。林茂峰不屑地看了宋青云一眼。这个老宋家以为的文曲星也就那么回事，如此心术不正的人，还是不做学问好。就知道你们会这么无耻，看清楚了，你说的户籍，这上面的户主叫宋大山，一张全新的户籍，上面写的户主是宋大山。宋青云的脸色变得十分精彩，没想到他们竟然还留着这一手。你不是宋晨？宋青云死死地盯着宋晨。在过去的12年里，你都是一个傻子，就算是一朝清醒，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区别。你到底是谁？我是谁？宋晨不答反问，随即他的双眸微眯，迸发出危险的光芒。真正的宋晨的确已经死了。众人的反应让宋晨觉得十分的讽刺，这就是人性，见不得别人好。以前的那个傻宋晨已经死了，现在的我是经历了9死1生之后的宋晨。作为你娘最疼爱的儿子，你难道不知道这些年那个傻傻的宋晨被你娘丢出去多少次？还是说你回来之后，你娘还没来得及把之前发生的事情说给你听？所有人陷入了沉默。事情没有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无法感同身受，可他们光是听着这些都感觉心酸。在我们家出事的时候，村里不少人都帮过我，现在我也找不到其他的方式报答。九岭山我还是会去的，如果大家想的话，可以跟着我一起进山。
不过有句话我说在前面，九岭山险恶，出了什么事不要找我就是了。他知道村里人都穷怕了，与其等到别人开口，倒不如他先把话说出来，还能赚得一份人情。宋周氏被那张户籍扎红了眼，因为这张户籍让他到手的5两银子就这样飞了，他怎么可能甘心？只要没有了户籍，那5两银子就还是他的。小心！宋周氏朝他扑过来的时候，他一个反手就把宋周氏丢了出去。可宋周氏这会儿没有时间去哭天喊地，他必须要毁了那张户籍，拿到那5两银子。5两银子，只要没有了这个户籍，他们手上所有的银子都得拿给我。面对宋周氏再次的袭击，宋晨想都没想的一脚踹了过去。户籍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你要毁了它，就是要逼死我们。不管你是谁，我都不会手下留情。众人纷纷指责起宋周氏来。宋青云在这里再也待不下去，扶起宋周氏灰溜溜的走了。看着他们离开，宋大山他们都松了口气。娘，您收好。李正叔，我想把这个破屋买下来，可以吗？你要买下它，可这个地方离村中心还是离山太近了些。这个我知道，可您今天也看到了，老宋家的人没打算放过我们。今天这件事不算完，但只要我把这个房子买下来，这里就是我们的私产了。往后老宋家的人再来闹，我就能告他们私闯民宅。行，只要你们自己觉得没什么，我就答应你。这个破屋以前的屋主已经搬走了，房子是村上的，加上这一块的地基，6两银子。爹，您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挺好，谢谢李正。那行，李正叔，您稍等，我去取银子。说完，宋晨就跑到屋里取了6两银子，交给林茂峰。麻烦李正叔了。不用说这些，我这2天就去给你们过户。那九岭山能不去还是别去了。宋晨感激他的好意，却只是笑了笑，没说话。围观的人群也都散开了。户籍有了，房子也有了，接下来要开始全新的生活了。4人吃了晚饭，也天黑了。这一夜4人都睡不着。今天经历的这些有些太过惊险，却又是有惊无险。只要一想到往后的日子，4人就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4日清早，宋晨不准备再上山，他把一家人都叫了起来。爹，您能借到牛车吗？村里就是李正家和你满江叔家有牛车，应该是能借到的。你要牛车干嘛？借牛车去镇上，我们家里现在什么都没有，得置办些东西。那我现在就去问问。娘，您快些准备早饭，吃完了咱们出发。怎么？我和你爹也要去？当然要一起去啊，我们要买的东西很多，我和我哥都不懂，你们不去怎么办？再说，也不能一直窝在这个小山村，出去走走总是好的。